好了，那么今天小狼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国战记》乱世英雄的一个视频吧乱世枭雄啊，不是乱世英雄啊。乱世英雄的是乱世枭雄的改版，但是基本上都是基于咱们《三国战记风云再起》的这种连招模式啊。所以说，一般这种游戏呢，好像很多玩家呢就是不太了解啊，就是玩起来呢比较，怎么说呢可能就是新手入门比较难，因为打分的话都是靠这个联机。而不是靠咱们这个就是 A 一下就跟搓豆似的啊，不是靠那种涨分方式。所以说这样的游戏呢咱们的这个打摊分呢可能比较有看头。不过呢，咱们一直没有讲解打摊分。这次呢，咱们打这个乱世枭雄是来自于这个安然佳梦打的一个。乱世枭雄的天王难度，然后选择咱们的这个武神模式啊，然后用这个赵云打的这么一个这个通关。那这次呢，咱们也是收了很多比较特色的援军令啊，咱们也是这个讲解一下。可以看到呢，前期想要把这个分数打得高的话就需要这个，你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就是说属于怎么讲啊，属于这种就是。反正一个一个抠啊，一个一个抠，或者说呢是也有那种就是两个兵重叠打，然后最后几点多打的也可以，因为说类似于像这个连招模式的，就越往后它这个分数越多，但是每一个人连击的分数可能也不一样，你像什么诸葛亮他可能就连到9连分数和10连分数可能也就不太一样，这样的话可以通过前锁来造成这个连击。你看这个就是两个兵重叠一起，这样的话打出15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直接升到了7级。其实打这个分呢是一个非常墨迹的事儿，可能很多人觉得不至于吧，玩一个游戏为什么要对吧？为什么要这么算计？但其实呢，我觉得不是的啊。反正它这个设计呢，也是防止一些菜鸟的用一些无脑的通关方式。反正呢，你没有分数就没有级数，没有级数呢，有些任务你就过不了大家伙都了解啊。那么在这里呢，咱们讲解一下乱世枭雄的跟这个风云再起还是有很多的地方不同啊。除了说援军，包括选人方面上咱们这个乱世枭雄呢也是。剧情方面上也是增多了很多吧咱们讲解一下，其实这个获得援军呢有很多援军令甚至是小兵。这个刀兵的援军呢是可以在这个上路的第2船舱用这个传说中的飞盘，或者说是这个反正是然后你杀死那个从右边掉下来的刀兵当然这个这么讲呢，它因为没有画面吧咱们也就不懂了就不去说它那个东西了然后铁甲兵呢是在这个孙基战场，也就是说在这个第一关的关底下是用这个铁莲花杀死第一个铁甲兵快速用这个铁莲花炸一下，然后炸死一个铁甲兵之后呢，就可以传说中的招降这个孙基这个出来的这个铁甲兵，然后作为这个援军令。咱们看这边呢是最后一颗气的时候爆气，可以练这个传说中的倒转昆仑也是非常能清兵的一个招式也是讲分但是效果呢并没有连招过瘾大家伙了解的反正呢这种游戏像给你一些银子金子它那个分就微不足道了，它能给你多少分不如给你一个兵使唤给你一个兵你连着才过瘾的你看1、2、3转身1、2、3、4调起来1点2点1点2点，然后第3点一扣，这个分数就是慢慢往回扫。然后咱们打到这个下路的这个密室当中，其实这个阿斗呢跟风云再起的招降方式也差不多吧就是这个在3分30秒之内，如果要是这个3人以上的话，就是超过这个2级以上。之前我想解说风云再起的时候呢，这个打令牌就全援军令，也有想跟大家伙讲解，但是那个视频呢，由于这个咱们可能是突然丢失了这个没有给大家伙做这个详细的讲解，所以说只能说这个非常可惜吧好了，在这里鞭尸的过程当中，咱们大家伙也是帮忙，在扫描屏幕当中的这个2维码，或者是这个在应用市场当中搜索飞熊视频 APP， 同时呢在关注守护小狼的这个传说中街机闯关游戏的这么一个这个视频的站小狼是排在首位的大家可以守护我同时在留言呢也可以获得这个抽奖的机会。咱们看刚才是有这个援军令豹子的援军令，像咱们说这个不管是有豹子、老虎，还有熊，都是有援军令，而且他们都是有这个招式和必杀。
所以说啊，这款游戏呢做的是非常的有声有色啊，有声有色，这个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好了，当然了，咱们这里面这个彻里级啊，这马呢也是可以招降的。但招降这个马啊，这个就是不管是彻里级还是越级呢，都是超过8连以上的连招啊，就可以这个打死他之后呢就可以招降，包括枪兵的啊也可以招降啊，什么夏侯渊呐、驯兽师啊、弓箭手啊，就是反正都有啊，这玩意儿都有啊，哎。反正你想研究的话就研究。那这一次咱们这个强收双曹，一般来讲就是曹丕和曹彰，也是曹操的这个2个儿子啊，一个是当了皇帝，一个是当了这个传说中的将军啊。当时呢，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吧，这个将军这个东西，还肯定是没有皇帝厉害，这不用想是吧？好了，可以看到第一关，咱们打分的话呢，基本上来讲呢，不管是玩风云再起，还玩的是乱世枭雄啊，打分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吧。你像有很多地方的时候呢，这个等级就代表咱们的血格，也代表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咱们的攻击力，或者说什么之类的啊。升级呢是有好处的，但是好处呢就是说，在你以后连招的时候。你连着升级了，可能不太好。前期把级升了也可以。如果是玩乱世英雄的话啊，那么这个游戏里面呢，基本上属于没有补品，就没有补血的东西，或者很少。它是依靠你升级啊，你升级之后呢，就会长血。当然，那是一个改版游戏，咱们就在这里呢不做太过多的讲解吧啊，以后有时间再做讲解。那这次可以看到，基本上前10分钟啊，咱们都是在第一关这里刷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无聊，但是事实上赵云这个人就是这么玩的，没办法啊。你说咱们玩这个魔张飞，或者是玩这个诸葛亮，那就简单了啊。玩诸葛亮或者魔张飞那就简单了啊，那就是反正也是刷分，但刷分并没有像这么磨叽吧啊！当然这次视频呢，咱们也不是很长，刷分呢并不是主要目的，咱们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啊就可以了啊。在这里呢也没有办法，也是满足一些喜欢刷分的这种玩法的人，因为有好多人想解说风云再起或者是乱世枭雄的版本呢，都是喜欢说小狼啊这个，你把这个刷分这个给我们解说一下吧啊！但是确实，你看打这个小兵，你让我怎么说？我觉得说起来也就那么回事吧啊，有这个意思。好了，这个小兵一个一个往上上，打兵呢基本上都是单抠或者是双抠，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把分数刷到最活跃。当然呢，如果是你像那个风云再起的话，也有这个马超和赵云啊进行这个双抠的，那样的话，这个2个人配合刷分刷的非常非常快啊。还可以看到这一下每次的最后一下都是50万。这也是最高分数，就是如果说你赵云好像是超过12连击啊，然后再往后10连击还是12连击，然后呢每一下都是50万固定的分数，一下50万，你想想啊，这样的刷分，你要50万的话，那你要是刷10次就5000万，对吧？打10点就5000万，你要是打100点，对吧？那就是5个亿，你想想啊，这个你要打好的话，是不是啊？那很变态的啊。好，来看看最后一个小兵，然后这边是有一个隐身衣，这里面呢这里面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说对于道具来说呢啊，后期也是非常有用的。当然前期咱们一直讲风云再起呢，都是打速通，这个速通吧，可能比较可能也是比较体现不出这款游戏特色的魅力啊，就是在游玩过程当中呢，咱们看起来可能是不怎么爽，但是呢，这个他们玩的时候啊，可能从中找到乐趣。第一关打到关底13级。其实这并不是很极限啊。好了，可以看到这一次也是选择用这个必杀来抠掉它，然后如果来打它的话，然后咱们就可以选择，咱们看一下也是好几万啊，这个上10万的加分。好了，打死它的话呢，咱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秒杀它的啊，咱们就可以获得这个传说中的援军令啊。但是呢，由于这个进这个地图战场当中啊，咱们这个刷分呢是浪费了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援军令是消失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一进来的话呢，利用3分20秒把所有的怪全清了，然后把所有的把这个 BOSS 对吧降下来 ，BOSS 落下来之后呢，再在3分20秒之内全打死啊，全都结果了啊，就可以招降。那3个人的话呢，等级都是要超过2级啊，大家伙都知道也不是很难啊，就这个意思。好了，那看看第2关一上来，咱们就是这个看到了这个密道啊。
基本上来讲呢，肯定是要走上方的啊。走上方呢，并不是走这个火箭路线，它是在中途呢选择右走啊，右滑走。这也是玩这个风云再起类似的版本啊，都是这个路线呢，咱不管它为什么吧，肯定是有它的用处啊。在这里我可能我也不太了解，反正是路线一般就是走到 BOSS 这个隐藏路线的话，直接往右走啊，而不走上路。好了，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连续的去跳上，撩2点，节奏一定要好啊。好了，最后一下一抠15级。来，你看啊，是天王难度，受到伤害也是非常多。这款游戏呢，对于这个受伤啊是非常的讨厌的啊。但是好在这里面的小兵呢，并没有那么疯狂啊。如果要是这个119版本，如果是天王难度，我这个小兵跟疯了一样啊。好了，一顿怼，很多小型的道具呢，关键时刻都是有用的啊。而且这里面呢，咱们就是对 BOSS 造成的伤害呢是非常高。尤其是连招啊，你像咱们这个119里面，就是你伤害呢是根据你起手的招式加上你后面连招，每一招的伤害呢都是根据你起手的招式就已经定下来了。你比如说诸葛亮，如果起手是前手，那么伤害就会非常低；如果起手是直接单 A， 那么伤害就稍微高一点，但是也高不了多少，而且你也连不了多少连击。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玩这个风云再起的话啊，就是你要是说你像这个张飞，或者说你像赵云，想要这个非常痛快的连一个连招的话啊，那就大半管血啊都能连上啊，血量非常多。就这款游戏呢，可能打 BOSS 呢，并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难吧啊。来看看，再次的来一个一个来编这个小兵。这种编小兵的方式呢，咱们每一次都是先给他打倒之后呢，再打一个起势的连招啊，可以说白了就可以多蹭一点节奏啊，都是这个玩法。但是当然呢，赵云呢稍微墨迹一点，你看又是利用跳起来，然后给他撸走，然后再成123转身123的连招，12连。你看这BOSS就是一直来啊，这确实是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各种壳就是了。好了，123是转身，112，再123，好的，勾引这个火叉，然后呢再把那只 BOSS 给秒了，反正浪费点时间的大家伙也要忍耐一下，毕竟这款游戏呢，它的特色魅力啊，就是让你但你说是魅力吧，可能有的时候看呢，你还真别说，看这款游戏的人还真不少啊。就你看这里面就不往上走了，直接往右边走。然后看这款游戏的人呢，在我印象当中都是什么意思呢？都是就是怎么说啊？就看他的这个手法啊，看极限的这个摊分或者说是什么的啊。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看这个诸葛亮啊，考验手速啊，很多人都喜欢。但是也有人就是说喜欢看这个赵云的啊，赵云是我觉得是最墨迹的。好了，这个就属于双抠，没整好，然后再从上面来，这确实啊，一个一个来整的话微墨迹。不过好像情况啊，就这么个情况。你正常打的话，你可以看到啊，5000万是奖1条命啊，不，正常版本是3000万奖1条命，然后这个8000万再奖1条命。但是这里面咱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啊。好了，你看，反正贪心总有贪心志嘛啊，没办法把所有的分全贪的，就是这种玩法的这个游戏它贪分的就很少。你像玩这个乱世英雄里面打爆分的人有的是，然后玩这个风云再起的话贪分你想打爆分的话还得用特殊的手法、特殊的 bug 啊，就是说也很难。当然这款游戏也有一个非常特色的人物，就是陆逊。很少不能说很少有人用吧啊，这个人呢要通关的话还是上手还是蛮简单的。如果123下蹲你能找到的话，那就比较简单了。好，转身，这是属于这个双抠，咱看这没抠好啊，没抠好的话就连不上了。再次的用雷。其实这个级数呢，面临这个20级已经差不多了。这游戏再牛逼，它最高级也只是20级，它没有这个25级。而且这个你像咱们玩这个乱世英雄的话呢，曾经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就超过24级之后呢，是12亿之后呢，12亿6000万啊，好像是可以让你有一个，这个可以无限升级，就你一升级就加血，然后无限打一下就升一些级啊，非常恶心的啊！来，等这个暴击效果马上消失。刚才的点数也是非常高啊，这样的话多打1连。回身就是2匹马，
这里面呢，这个2匹马是同时出的啊，好像直接走的话就是1匹马，反正它这里面游戏的 BOSS 啊，就是你通过你走的路线呢，咱们就是这个 BOSS 可能就不一样啊，这个大家伙懂的，可能是有的 BOSS 呢是到定军山上，然后呢去斩杀这个夏侯渊，有的 BOSS 呢是直接走到那个米昌山啊，米昌山也是去打这个夏侯渊，反正走的路线不一样，它通关方式也不一样啊，这是这款游戏的特点。包括第3关你有很多种路线可以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跳过第4关或者跳过第5关啊，当然第6关这个血战夺荆州应该是跳不过去的啊。哎呦我去，打一个小兵就12连。好了，看看这个越级，暴气直接倒转昆仑。这个前提咱们说过啊，招降这个越级赤里级就是在连招的时候超过28连啊，28连就是，不是28连的，是超过8连啊，你两个都招降，可能就是都是要这样吧，可能不太清楚啊。但你要超过8连的话，那么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好，这次利用这个暴气打死一个 BOSS， 咱们奖励一颗气的感觉啊。这样的话就直接双杀2个 BOSS。像这些小型道具啊，关键时刻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个不要小瞧这些什么箭筒啊、金珠啊、炸花之类的啊。直接练了一个必杀。这地方是有很多小动物去补给。1、2、3，怼一下也行，再挑一下也行，反正你只能再连这点了，连不了了。当然，这里面游戏还有一定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有很多盾书啊，有很多盾书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来打，比如说像什么天书啊、太平清岭啊。如果说你要想获得这些盾书呢，也是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当然呢，如果给你一个宝箱那种除外啊，那种是除外的。好了，咱们放弃了去要这个补血的道具啊，打了15连，已经是5000万，然后咱们看一下，已经奖了一条命了啊。这是一个宝箱里面的人盾书。如果是你比如说人盾书呢，你想要太平清岭，你就用这个人盾书呢打死这个，比如说沙漠柯或者是张辽啊，在这个走私出现后啊打死，或者说打死左慈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在这个20秒内。包括还有很多就是用什么青囊书，用青囊书打谁，然后招降武将啊，比如说用青囊书招降曹丕的话，是要用青囊书杀死这个曹丕。如果要是用青囊书打死吕布的话，60秒内可以是获得这个传说中的遁甲天书。反正是道具呢，都是这么个道具啊，用处呢，严格来讲吧，也大也不大，都是这个意思。咱们看一下小狼经常玩的那些版本啊，那些改版的版本呢，就有这些特殊的道具啊，这关键时刻也挺有用的。好了，这个老虎肯定是要怼他，1、2、3转身，1、2、3、4，然后正摇跳。这个正摇跳呢，其实就是为了打节奏啊，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或者说用其他的招式也可以，然后挑起来，连续的打就可以了。你看前2关啊，用了将近20分钟。你看打到了第2关，还没到关底，已经用了将近18分钟。所以说啊，这个确实是比较恶心嘛啊。这里面咱们没有要杀分的意思，上来就是一个必杀，用倒转昆仑呢直接秒掉之后呢，给一个援军令啊。这援军令呢就是咱们特殊的获取方式，但是打出来了也就打出来了啊，就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啊。援军令的话呢，其实有的挺有用的。你像有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吕蒙啊，用吕蒙去秒这个司马懿、赵安壮啊，吕蒙。也有说这个包括你比如说用曹丕或者是曹彰这些人的连 BOSS 也是非常狠啊，尤其是像那种玩那个武将模式的，然后打双 BOSS 的时候就得用这个援军令。如果不用的话呢，那难度就是非常非常难啊。哎呀，这小伙子挑战我的耐心呢啊！他居然捡这个他居然捡黄石公啊！我也是醉了啊！这个黄石公真是没法说这个事儿啊！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啊，我每次解说《三国战记》，我都想要吐槽一下我自己啊！这每次都要说我他妈的输了一顿小肥羊这个事儿啊！你看最近这个嗓子啊不怎么好，解说的时候呢都是感觉非常干燥，一会儿呢去整点葡萄吃啊。然后大家伙呢，这个该睡觉睡觉，该睡醒睡醒，一定要记住，睡觉的时候呢，记得把这个视频呢啊这个关了啊，否则费电啊。然后第2天早上呢，这个根据你的这个记录还能再看啊，大家伙了解了啊。
当然了，乱世枭雄呢，打到这儿呢，可以看到咱们玩家应该是不怎么再墨迹了啊，再墨迹的话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然后往后的话，基本上就是打通关嘛啊。其实这款游戏一命通关倒是很简单。这个玩家呢玩的还属于那种就是属于特色玩法啊，就是有目的性的玩法，所以说他这个玩法呢，可能对于这个有多少血量的并不要求。然而啊，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意外，但是意不意外也无所谓了啊，反正是咱们做视频就不会出现意外，因为你做视频的话呢，就是各种的控制。好了，看刚才这个大型爆气啊，这样打是不是觉得一点都不墨迹了啊？因为告诉你20级了啊，20级以后啊，这个玩的可能稍微的有点恶心，是不是啊？玩的有点觉得好赖的说，是不是？来看看这边是铁甲兵，挑起来，啪啪的啊！招降这个夏侯渊呢，其实用黄忠啊，或者是用用黄忠呢是可以招降的。赵云呢，严格来讲呢，他是不能招降的，但是呢，他就是你用黄忠打死，李广射虎打死，啊，这个才能招降。但是如果要是黄忠和赵云都在场的话呢，就用这个哪吒滚轮杀死夏侯渊也可以。来，现在是选择卡兵玩法，一个无名小卒，1-2挑起了大鹏展翅2点，前沿挫大鹏展翅，回身。这里面前沿挫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道具啊，这个很恶心。再给他勾引过来，一个1-2起手大鹏展翅少了1连啊，直接撞出3次，撞出了无名火和这个将军印，一个小金猪1-2-3前沿挫1-2-3-4转身1-2-3-4-1-2-3大鹏展翅，连击还是12连为基准啊。卡兵的话单挑 BOSS 是非常简单的，1-2-3大鹏展翅4连前沿挫大鹏展翅1-2。这个游戏最简单的就是单挑 BOSS 啊，就没有比这个单挑 BOSS 更简单的这个玩法了。回身，好的，防住，一个小金猪起手1-2-3前锁1-2-3-4，然后可以再挑。啊，挑死之后呢，给你小兵也可以再挑啊。传说中的毒瓶大人参。像这个毒瓶呢，也是很好的道具啊，就连招的时候可以用。但是你玩那个乱世英雄的话啊，任何的道具啊，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这些小型道具都可以作为连招。你连招4招1式练完了之后呢，又给你一个道具，然后可以重置你的4招1式。你想想，非常变态啊！同时就包括必杀也可以重置。所以说乱世英雄打分呢，可能就没有想象中就是想打分就比较简单了啊。好了，还是一个一个去抠，打法没有变啊。这个地图呢，很多人都觉得给人一种感觉，觉得好像是有点浪费时间的感觉啊。来，其实包括像这些兽兵啊，也可以。你像之前看他们玩这个乱世英雄里面这个兽兵呢，驯兽兵呢是可以练这个必杀，然后必杀是召唤一堆小动物，大家伙懂的啊。打那个小动物的话会加血，那你说是不是很变态？好的，这是双抠，双抠的话呢是打到了15连击啊。前沿挫起手，这里面呢，如果要是咱们低于5级的话呢，可以1-2-3转身1-2-3，然后再打。但是如果要是高于5级的话呢，就是最好是前沿挫，就哪怕是挥空也可以，前沿挫挥空，然后1-2-3转身前沿挫1-2-3，然后4大鹏展翅，或者说1-2-3-4正摇臂，然后跳起来搂2点，再搂3点那种玩法啊。好了，这是第2次、第3次，直接最后一搓。或者是再挑一下啊，怎么打都可以。来，又是先把老虎勾引出来，一个一个抠，反正是没到24级啊，该抠就抠吧啊。已经23分钟才到第3关的开头，觉得也是没谁了啊。你看这有的时候这些小老虎什么的，就是确实很恶心啊，一个一个出来。这个你想让它勾引呢，它特别难啊，闻不到肉味的感觉都是。好了，1-2-3。哎呀，这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何苦来呢啊？这就是说什么呢？就包括玩那个风云再起摊分，我为什么说我不喜欢解说这个啊？不喜欢看这个，就是你就是不至于玩个游戏，至于就是你这个分能有什么用？谁能告诉我？就那个意思啊？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
就过任务啊，比如说有一些《三国战记2》啊，它就得过任务啊，过任务才会有这个，咱们说对于分数有一定要求。而且那个打分数呢特别简单，你有个牛筋，有一个什么那个夏侯惇，就打分数太简单了啊。可是你玩这个《风云再起》打分，然后就觉得不至于玩个游戏啊，你懂的啊。好了，这一次咱们走的是下路。下路的话，卧槽，怎么还是 BOSS 啊？这一下怎么感觉好像是轮回穿越的节奏啊？这个版本好像是走下路呢，就是轮回啊！这真是想想我也是醉了啊！这个地方咱们就快进一下。好了，咱们可以看到啊，这回再走下路的话呢，就是正牌的路线了啊！请原谅我的加速，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啊！这个大伙儿懂的，我相信如果要大伙儿再看一遍的话，脑瓜都有点大。好了，这是直接走下方，开场的也可以直接走上方啊。经常的在这里呢，咱们有那个无限兵，有很多人选择在这里用无限兵来打啊。好了，1、2、3再调。哎呀，至于吗？一个兵而已呀！哎呦我去，打分啊，再打50万。你看啊，3变成8，50万。那啊是12点的时候是算啊。来吧，这个直接进入密室了啊！这个里面，怎么七星灯密室是从这个洞口里进去啊？怎么觉得怪怪的呢啊？正常应该是从另外的地方编回来。好了，这并不是所谓的七星灯密室，因为根本没有七星灯，免死金牌。好了，这是黄石公吗？这是一本地遁书，真是。版本不一样啊，里面的内容完全就不一样了啊！请原谅小狼的这个孤陋寡闻，因为这种类型的游戏啊，就是以这个《风云再起》为基版的游戏呢，小狼确实没怎么研究过，而且自己兴趣呢稍微少一点，但是看别人玩挺爽的。我比较喜欢看魔张飞玩，还有这个诸葛亮玩，但是赵云就是赵云就是一顿挑。这个人我感觉一天这个枪啊，都得去磨刀的磨好几回都得。来勾引出来，很少有人看见走下路啊。小的时候咱们都是玩这个119，都是走下路，因为有冰剑、七星灯、隐身衣、张灵剑、张角金，哎呀，各种各样的补品啊，都是在这底下有。而走上路呢，只有一个这个酒葫芦啊，就我们俗称这个酒葫芦叫东康酒，然后再有招安状而已。而且第1关、第2关东康酒都有啊，就是第2关有很多方式让你获得啊，所以说这个第3关就不用这么扯了。好了，这边也是12连，这边的小兵打也是12连的节奏啊！哎呀，你看这点算计的啊！好了，是单 A 敲一下，然后再1、2、3转身，这基本上12连是必打死一个怪，然后呢，第12连的时候呢是加50万分啊！撩起来起手。这里面为什么说要撩起来呢？就是说撩的时候吧，他这个倒地的一瞬间呢，你压他起身，然后呢前手挥空，前手挥空呢，然后转身单 A 这么一个玩法，大家伙儿能了解吧？好了，这个下路往右边走，居然是走到了上路的位置上来啊！这也是太恶心了。前沿挫，咱们看一下单 A， 就是利用这个前沿挫来挥空来打啊。如果要是不前进手不回空的话，那么连招就不成立了。1、2前沿挫，然后还没起身，都是这么玩的。你看啊，1、2、3，这就太扯了，这基本上就只能连9连了啊，10连。哎呀妈，这 BOSS 啊！看这个游戏，大伙儿，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要说无聊的话啊，可能这个大伙儿。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说小狼你不懂艺术啊，你不懂这个游戏，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啊，就这个，就请问这个目的是，就是小的时候看那个玩麻将啊，赢一盘麻将之后呢啊，就美女推一件衣服啊，就是他会推一件衣服。这个游戏《三国战记》通关了之后，肯定是孙姬和那个貂蝉可能有一些特色的节目啊，可以给你啊，一定有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草莓味儿了啊。这个如果没有这玩意儿，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好了，还剩一个 BOSS，
转身，其实现在已经是24级了啊。好了，前沿错，1、2、3。哎呦我去，都是12连的节奏啊！好了，直接走上方，这样的话上方应该还是有这个9葫芦路线，直接一个爆气。好了，然后又是无止境的啊，把这个气儿呢浪费到快要消失的时候再打，然后能多1连，真嘚儿啊！好了，果然是13连啊！再来将通明，我操！大家伙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乱世枭雄高手，他的玩法是这样的啊，跟着我的节奏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熊给抠过来。你说，哎，大家伙给我出个主意啊！在这里呢，就是我应该怎么解说？我应该怎么解说？就是大家伙是不是想跟小狼说，小狼你应该讲点故事说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和一个老和尚。这个小和尚呢想让老和尚给他讲故事，老和尚跟他说从前有个山，山里有座庙啊，庙里有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啊，就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啊，庙里有个屋里有个缸，缸里有个碗，碗里有块肉，你吃的我馋了啊，就那种感觉啊。好了，先搓啊，看这就是搓出来了啊，然后赶紧，你说这何苦呢？然后还扔这个什么，还扔，咱们说还扔这个雷，刷分不完整啊，觉得啊，行了，还剩下一个啊，还剩一个熊，别让他睡了啊，这都活熊取胆了，哥哥，前搓1、2、3、4，挑起来。好了，这次打了12点，底下是一个正常来讲啊，给人一种版本，正常的版本应该是一个那个大肉腿啊，结果是一个飞轮。好了，这边呢就是应该走的 BOSS 就应该是这个梦幽和曹彰路线，这个路线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打死就通关啊，第3关就通关了啊，好像是。挑起来，哎呀，把那边小兵打着了，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事情啊。好了，直接 A 死2个，这种小兵一二就死啊，回身被烧。你说这个手里拿着火把的女兵，然后被自己的胖子推车给烧了，你说得多气人吧？你说啊，又是4个女兵，直接哪吒滚轮，这时候又不想着刷分了，你说何苦来呢？是不是啊？24级已经是当前游戏的最高等级，这个毋庸置疑啊。好，来看看，哈哈哈哈，梦幽。一个叫做幽的男人啊，应该说一个叫做幽的女人多好听，一个叫幽的男人，暴气起手，直接倒转昆仑。我感觉他这里打 BOSS 都是用倒转昆仑打啊，这怎么说呢？完全不依靠不依靠连招啊，你像这很少。好啦，看看曹彰蹦出来，招降曹彰的时候，刚才咱们跟大家伙说过，招降这个曹彰呢是走下路，然后身上有免死金牌。然后用这个人盾书啊杀死这个曹彰。当然，如果要是走上路的话呢，你只要打死他就可以招降啊；走下路的话就不用了啊。来看看1、2、3，大鹏展翅2点，前跳起来一扎没成功。用人盾书打死他难度不是很大啊，你打到一定程度，然后放一本人盾书就可以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哎呦我去！这曹彰长得帅啊，作为黄须儿啊，就确实是就是这个铠甲啊，确实是比一般人要霸气。就他这个人就看起来有点像吕布啊，看起来。1、2大鹏展翅，跳起来1、2，单 1、2、3、4大鹏展翅，追地，哎呀，再追，这不行啊，这手法啊，这也是飞轮起手，跳起来扎一下2下。好了，这个赶紧血杀啊！后面怼咱们一下的血，费血是非常多的。放的这个小道具，再等一下啊！这是大哥为了连一个老虎，我觉得真是都是手法，都是算计，你说啊，墨迹的。正常来讲，你说如果要真说要刷分的话呢，真点是踏死，为啥呢？因为你要是你打的话呢，这个怪物它不配合你，你刷分刷的也不爽，
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好了，准备好人盾书。哎，就是不过去，哎，就是不过去。这如果要是没放好的话啊，这个就是没放好的话，打不死就没法招降了。啊，看看是有一个，看看有一个令，身上有这个免死金牌，然后咱们就可以招降，用完了之后就可以扔了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然后直接通关。第3关呢就没有必要再看什么夏侯惇和张辽啊，就没有那个事儿了。然后直接就是来到了智破八阵图，走这个路线呢，就是跳过了所谓的这个第4关啊，就是大夷失荆州的路线啊。那个就淘汰掉了，然后直接走这个八阵图。八阵图走完了之后呢，就变成了咱们的所谓的这个血战夺荆州。反正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会儿咱们打的也不是很墨迹了。这个地图呢也是快速的，也算是快速吧啊，快速的走图。再过去的话呢，就一堆，大家伙了解啊，一堆这个什么，一堆。哎，这放神仙笔出了个变，这太可耻了啊！一个盾书，其实这个盾书呢啊，个人觉得有的时候打 BOSS 还是挺厉害的啊，砸一些血量非常多。啊，打的也快了啊，这回不墨迹了啊，本身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啊，突然就让马匪给劫了。1、2、3、4大鹏展翅，这秒杀一个小兵最简单连招啊。这还没死，好了，单 A 一下。哎呦我去，怎么看？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又开始的感觉啊！没有，草帽兵，这个我们俗称是水兵啊。来看一下这边的熊，这熊的话呢，用毒是最爽的啊。它就是被火烧也是要烧2下，但是火呢你没办法在第一时间烧2下。而这个熊呢，你要是用毒的话是最牛逼的啊！你用它毒，就可以直接烧它。等下用这个，刚才应该是驯兽兵的援军令吧？沙摩柯，这里面呢，沙摩柯想要招降，咱们之前是说过啊，没说过。沙摩柯是招降，就是在这个地图当中，竹林里面啊，直接把他杀死，不让他跑。他不跑的话，就可以招降他啊。小的时候咱们玩的话都是119版本，然后呢，太清丹经张角金啊，基本前期呢先是用啥呢？先是用这个兵剑给他打成将近半管血，然后太清丹经张角金，然后再张角金，靠谱啊，完全靠谱。跳 A 聊起来，应该是要放他走啊。哎，擎天挫居然是挫出了祝融令。效果非常好，然后张灵剑，好了，直接点起来，第2个张灵剑放出来，挑起来一根不追地，跳起来一打，这样的话呢，他就跑不了了啊。如果他跑了的话呢，咱们就没有办法招降他啊。他不跑的话呢，就有这个传说中的援军令，这个令牌就在地上，但是也没有必要捡啊。这个就是招降他也并没有什么卵用啊，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沙摩柯呢，好像我搜索了一下啊，这个以前呢，咱们都好像玩游戏呢，觉得沙摩柯呢作为一个洞主，反正也是一种就是反正山大王的感觉啊。但这个沙摩柯呢，正常来讲应该是刘备联系一起去伐吴的，并不是说来这个打这个咱们打这个所谓的蜀国，好像是啊。但而且呢还打死了这个这个不是周泰啊，甘宁还是被他一箭射死啊，据说是啊，但是后来被周泰给杀了。反正贵圈好乱啊！这次咱们打得很快，一会儿呢看看还要破阵。传说中的这个破阵的话，这里面有点类似于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八门金锁阵，是不是啊？其实并不是啊，这个你看那个八门金锁阵呢，是那个曹仁发出来的啊，什么生门、休门、死门、景门啊，从这个生门入，从景门出啊，就生景。好了，直接是利用一些道具直接通关，不是说通关啊，用一些道具，然后直接这个把这个怪全炸死。可以看到炸花和金珠的威力啊非常大，小箭筒，这些小动物啊是非常可爱啊，非常可耻的啊，而直接一个，哎呦我去，这个曹操是干嘛的？小金珠撩起来，
好了，其实赵云的这个打血并不是很多啊，我就觉得这里面这个魔张飞啊打血有的时候确实很过瘾啊，一套起手那一套连招啊，最后那几下，尤其最后一下是那个下手哇，老疼了啊！来看看，基本上还差2个连招，小金猪1、2、3、4，挑起来啊！这套连招血量并不是很多啊。飞镖好的，塔死捅死之后呢，还能再继续捅啊！啊，这是就当鞭尸了。来看看鱼鳞1，然后一本小黄书。火人盾，然后小飞轮，这个剑呢就瞅它就没有啥用了啊。这里面是爆很多好东西，然后给你了非常充足的时间，然后让你去捡，所以说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当然呢，咱们只是打死的幻境啊，这里面呢这个还是没有破阵啊。一个炸花，这里面呢，如果快速把这些兵杀死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破阵。这样的话，屏幕只要一震。这样的话，你就一定要跳到台上了啊！它会往下坠。如果要是这些小兵你打死的都非常快的话呢，它就不会这个雕像就不会下坠，然后你就一直就存在一个破阵的当中。然后，你除了放不了宝之外啊，别的倒无所谓，你就可以坐等这个陆逊下来了。啊，这边是这个传说中的傣族女兵是吗？还是彝族啊？传说中的蝎女，留一个小兵，然后他一会儿就跑了啊，他自己就跑了。来看啊，打死他的话呢，正常就是有这个陆逊落下来，然后没跳。看看这里面的打法，一个小箭筒能打多少血呀？啊，真是的啊！而且已经把那个张灵剑全都放完了，很嘚儿的啊。好了，防住，反应速度还非常快。这里面呢，咱们可以看到有上面那个兵啊，咱们把这个兵就卡住了啊。这个呢，原来是一个小技巧啊，我这个可能我误解了咱们这个玩家的意思。他把这个女兵卡到屏幕上面去，然后而且他可以在雕像上走啊，这样的话咱们就形成一个单挑 BOSS 节奏，因为直接把那个刀兵全打死，这也是一种花式卡兵啊，这个确实是非常经典啊。如果要是没看到的话啊，都不理解或者说都不知道。还好我反应速度稍微的，反正还有点反应速度啊，并不是那么慢啊。来看看这边，一定要在下面走啊！那个女兵千万不要上去勾引她，她给上面溜达的挺好的。一套连招啊，最后一套连招啊，直接就可以扎死。1、2，然后再1、2、3，第3下不用出啊，已经死了。好了，打死陆逊之后。这边就是兔死狗烹啊，直接把这个女生干死啊！咱们看没有雷给放掉了，然后是有天师符，然后飞轮。这个一般来讲经常会用这个炸花起手啊，一个炸花，然后它开启会往左走一下，肯定会往左走一下。但这次呢，咱们用超级爆气，看呀，超级大爆气！哎呀，这个变兔子太可怜了，变兔子那个爆气效果没了呀啊！好啦，小黄书，青囊书，哎呀，小旋风，青囊书看起来非常变态，再一把人盾书，直接雷死啊，直接雷死，这就没谁了啊。这里面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招降这个什么呢？招降这个司马懿的话呢啊。这个招降司马懿和曹操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招降司马懿和曹操怎么招降，就是这个司马懿和这个曹操啊，你只要集齐这个首先咱说这个司马懿啊，你只要集齐这个天遁书、地遁书、人遁书、太平要术和太平清领这5本书在身上你集齐了，然后呢快速杀死这个司马懿，结果最可耻的还不是100%出啊。还不是100%出，反正老嘚儿了。然后杀死这个曹操的话，这个曹操的令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他是你一定要集齐这个龙虎豹，不是龙虎豹，龙虎豹是周刊啊。一定要集齐这个老虎、豹子
熊还有牛4种动物的4种动物，咱们现在身上已经有这4个令了啊，4种动物，这4个令呢，这个4个令呢在身上啊，就是集齐了就可以招降这个曹操了啊。但是你想想，招降这个曹操至于吗？何苦来呢？是不是啊？当然，咱们这次打的就是招降这个曹操。好了，当然还有呢一些，你比如像豹子啊、老虎、熊啊，还有牛啊，都是有很多关啊。第一关就是在豹子房里面，咱们有那个令牌，这个直接捡啊，这个撞击或者杀死跳出来那只豹子就有啊。老虎呢是第2关右路，这个箱子里面那个老虎，在清完小兵那个倒数10秒之后呢，出现的时候把那个箱子打开，然后再杀死那个老虎就可以招降这个老虎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那个你打吕布的时候，然后4种动物，你最后把老虎打死，然后呢那个老虎就会给你报一个老虎的令啊，都一样啊。熊呢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沙漠克之前那个熊呢利用前 A 把它打死。雪地里面的熊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咱们看这里面直接到血战夺荆州，然后好像直接穿越过来了啊，直接就到了这个城门楼底下。来吧，炸花！这里面这个骑马的轻骑兵是最害怕这个铁莲花的了啊。正常版本呢，咱们是需要一个铁莲花，然后再 A 一下。这里面只要一个铁莲花就可以，包括幻境里面那个怪，咱们铁莲花也是非常变态啊，一炸就可以炸死。可见这个莲花这个道具啊是非常好的啊。好了 ，A 2下就能 A 死一个人，还是很变态哈。加上一个前手之后呢，攻击力就变低了。身上有一个太平清领。好了，这是经典的刷分地方啊。在那个风云再起也有在这刷分的，但是风云再起刷分就不至于了啊。正常来讲，最好还是在哪儿呢？还是119版本在这刷分啊。你正常风云再起，那是风云再起，我觉得最不值钱的一个分了啊。还用盾书去刷分呢，多得人！来将通明，然后一个毒，勤前错，直接挑起来，有这个雷神锤儿。有很多特色的道具呢，都是通过特殊的方法获得的啊，并不是咱们脑海中原先的获得方法。好了，一顿白鹤起手，已经是1.23亿了啊！再一个毒，1、2、3，前锁1、2、3、4，转身1、2、3，大鹏展翅12连，反正怎么地都逃脱不了这个12连这个感觉了啊！再一个毒。连招方式没有变，这个人比较特殊啊，这个人的这个比较高大啊，比较肥胖，所以说打在空中呢啊，就不会出现那种太高的浮空，打起来呢就比较容易啊，比较顺手。飞轮没打中，再一个飞轮，直接就是1、2、3转身大鹏展翅，回身单 A， 直接 A 死了啊！咱们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要进城里？是进啊，不是听声音的话是直接跳到上面去啊，听声音的话是直接跳到这个电梯上，然后跟王平一起去这个荆州城上。王平自巴西起义而归，这个王平最开始是魏将啊，就属于就是魏国的，后来呢是投降蜀国，而且，怎么说呢啊，深受这个咱们说这个蜀国啊这个。不能说喜爱吧，深受诸葛亮喜爱吧啊，诸葛亮非常欣赏他。好了，一个太清丹经，太清丹经放羽书，咱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羽书打黄盖啊，费血是非常多，没点出兵来。这里面是黄盖跟陆逊在一起啊，陆逊看来在之前是没有死啊，没有死绝，连续的利用大爆气的倒转昆仑，打血非常多。其实这个倒转昆仑打血啊，就已经设计的还算可以了。不过呢，你用倒转昆仑来打这个黄盖，我觉得还是不靠谱啊。转身1、2大鹏没成，杜康9，然后倒转昆仑。好了，这个是非常恶心的啊。1、2、3、4大鹏展翅，斜前错有个补。好了，跳跃 A。这个并不是大爆气啊，所以说不能像这个练这个倒转昆仑无限练那么感觉啊！你要练的话就是费血的。好了，3颗气大爆气，然后再直接选择倒转，直接转死这个陆逊。
这样的话单挑这个黄盖就比较简单了啊。前沿挫再一个必杀，受到伤害咱们可以看到受到伤害还是比较小的啊。倒转昆仑蓄力没有气儿，基本上来说这一套连招好像是差不多。不加道具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这边小兵在后面立功了，打他的话用飞轮还是比较靠谱啊。好的，吸，你看这黄盖是我感觉就是黄盖这个人，如果玩呼啦圈的话，肯定是没谁了啊。勤前挫，然后有个九节杖，但之前咱们本身有一个九节杖都浪费了啊。这活灵活现，解铃还须系铃人啊，直接就是撞出来之后呢，放给黄盖啊，直接走了。这样的话是倒数第2关也全过，然后马上就是最后一关。可以看到前面咱们打还是很浪费时间的，后面的话就打的稍微快一点，而且剧情也很快，尤其是这一关。这一关你会发现啊，好像也就几分钟就通关了，51分钟打到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呢，咱们就是要这个也可以招降这个曹丕啊，用青囊书招降，但是好像青囊书咱们刚才放了，青囊书招降曹丕，然后用这个4个动物令，用4个动物令牌呢去招降这个曹操。其实他这个设定啊，我觉得是真挺好的啊。发明这个不是说，应该说设计这个游戏的人，我觉得确实很靠谱啊。好了，直接进密室，不去管他。主要是撞出这个道具就可以了啊！哎呦我去！好了，还是小毒桶啊！毒桶，我觉得是道具当中非常具有这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东西啊，非常牛逼的啊！有就打什么，好像打一般什么 BOSS 啊，除非是在空中的啊，打什么 BOSS 都比较靠谱。山上有雷神锤儿，咱们看看是不是？一会儿要走雷道，当然咱们看看现在这边呢是一个曹丕，咱们管它叫草皮啊，就是这哥们儿就是喂蚊帝啊，专门是喂蚊子的。1、2、3、4大鹏展翅，哎呦我去，哎就这招就是他的单 A， 他这个单 A 之后马上转身是非常厉害的啊，单 A 转身，小包子。这哥们儿是个法师啊，会招这个龙兵，一条龙然后射兵。好了，那个小胖子很烦人啊！1、2大鹏展翅，前沿挫没打中。这种小胖子最可耻了，这小胖子其实智商还是蛮高的。大鹏展翅，1、2、3大鹏展翅，胖子又来了。打他呢，其实单挑他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就缺点就是你这个胖子就是，哎呀，这个在生物链上也非常牛逼，挑起来2下，然后1、2、3大鹏展翅，血量还剩下大约是2个连招啊，大约是2个连招搞定。如果是金猪骑手1、2、3、4大鹏展翅，这样还一套连招基本上搞定。1、2、3、4大鹏展翅直接打死啊！挑起来，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啊，挑的目的就是为了装逼，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挑的目的就是为了装逼啊。好了，直接摸电门，摸电门呢，来到了这个魏延追击密室。这个魏延追击密室呢，你要是直接走的话啊，那就是非常快的就通到最后一关。但是如果你要走密室的话，还稍微慢一点。正上方和正下方是有密室的，你可以随时进啊。好像是没有进的意思，没有进的意思啊，进了。这边这个密室吧啊，密室的位置，反正有的时候也，反正我不怎么玩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啊。这个密室，好的，别挑了，我想问一下，有啥意义呀，哥哥啊，真是。你这玩游戏的人啊，就是玩游戏的人和看游戏的人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看那个《火影忍者》那个电影啊，那个就应该说动漫连载，对吧？就是人家做的这个原创剧情，其实你要真静下心来看啊，挺好看的。但是很多人就想看啥，就想看原创剧情，啊，就不喜欢看这个不是不喜欢看就喜欢看那个就是正版剧情啊，就是不喜欢看那个原创的啊，就是不珍惜别人劳动成果。人家做这个动画片的人觉得哎呀这挺好的，可是咱们不这么认为，对吧？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玩者心和这个观看者心是不一样的啊。好了，再走这个正上方密室，这是传说中的八卦密室啊，地底喷火。哎呦我去！好啦，张灵剑放了2个飞轮。你说你既然你想捡这个宝，你还留那2个宝干什么啊？早就扔了得了呗啊！这人嘛总是贪心，你像小狼玩游戏也是啊，各种不控制啊，把这个宝全都浪费的节奏啊。好吧，马上就要碰见魏延了，多了2个密室呢，咱们也就多了其实也就多2分钟，也就算2分钟吧啊。来吧，看看这个情况下，一个魏延其实，哎，招降魏延也可以啊。招降魏延呢，其实就不行了，不在这儿了。招降魏延是啥呢？就是在时间倒数90秒前杀死魏延，就是时间倒数到90秒前。我靠，想想都醉了啊！好像给人一种挺难的难度啊。2个毒，1、2、3、4，调起来。啊，打法基本上是没有变啊。啊，又是天师符。咱们之前做那个版本，大家伙儿看没看见？就是天师符呢，是为了打这个谁？为了打这个左慈，然后呢，防止把兵给弄走的话啊，就是放一个宝就可以把兵给去掉啊。咱们之前就放一个那个不写书。1、2、3大鹏。好了，直接哪吒滚轮，还给一个9葫芦啊！这个打魏延最牛逼是给一个9。其实为什么说打魏延的时候给9呢？这个绝对是靠谱的啊！因为呢，最开始呢，魏延呢在这个五虎上将还非常全的时候，魏延呢是一个中郎将啊，军事中郎将啊，他是专门运那个后勤补给的啊，曾经是给张飞运过很多酒，所以说这个魏延身上有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哎呦我去！哎，又是最后一个地图啊，咱们就费点神了啊！最后这个地图，哎，你就打他就行了呗，何苦来的？你说啊？冲过去打他呀，非得给他勾引过来。有的时候这个怪啊，就特别不配合，你想让他过来，他就是不过来。就比如说那个第2关那个打那个第2关打叫什么来着？火箭那个洞那个地方啊，那里面不有个隐身衣？小兵身上带个隐身衣，我操，气都能给你气脑瓜都快炸了啊！就是他就是不下来，就给那图上给他飘，劲儿的啊！最后咱们打的司马懿的话，应该是拉嘚儿了啊！身上你正常你还有那么多令牌，你想要集齐这个盾书应该是不能的。但是呢，如果要是说这个双人配合的话啊，要全令是可以的。我记得风云再起全令好像是诸葛亮、黄忠、赵云，然后和貂蝉，然后是这个打这个全员军令啊，也有这么一个玩法，4个人一起玩。好了，飞轮起手，这样哈，司马懿一个炸花，哦，这个打法很新颖。张灵剑。好了，这没有开连发啊！如果是你们狼哥点的话，那就是不开连发也得37、8点，开了连发之后呢，50点得有啊。好了，一个定论数能不能砸到一下？好了，没砸到是烧到一下，但是这个版本好像是烧到一下的，这个血量也是非常多。哪吒滚轮没有这种卡兵的感觉啊。好了，这是用一个哪吒滚轮，然后消耗掉1颗气儿，然后打完之后呢，利用3颗气儿的 BCD 大爆气之后呢，这个再用那个倒转昆仑。这招我感觉是打 BOSS 利器啊，除了怕 BOSS 血多之外，你没谁了啊。杜康九，我去！哎，你说最后啊，你说招降这个司马懿，我还能理解，对吧？最后司马懿能打一个曹操什么的，但是你招降曹操，我想请问有什么用啊？就当保格站着啊，就是也打不了什么怪。好啦，大爆气，3颗气的爆法，倒转克伦，这时候就蓄力啊。
这个必杀呢可操控性很强啊，你可以选择就是蓄力，然后也可以选择迅速放出去，反正呢是这个要死，很危险啊。好的，直接炸花给炸死，这个情况是很危险的。他是利用正摇跳去躲过去，应该给2个9啊，一个大腿，一个麦穗儿，隐身衣，4件隐身衣啊。这样的话，咱们看一下，哎，令牌呢，哥哥？哎，令牌身上已经有了，我好像已经看见曹操了，好不好？这个，哦，集齐这4种令牌之后，这个曹操就直接在身上了，我靠，这太牛逼了啊！这个曹操并不是招降的啊，在这里我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并不是招降的，而是你集齐了4种令牌就合成了，我了个擦呀，这什么情况啊？这个游戏太深奥了。鱼鳞1 1 2 3，这里面的曹操是2管半血，但由于咱们攻击力其实还是可以的啊。1 2 3前锁，1 2 3 4 1 2 3大风展翅，隐身衣的时间还是很长啊。再放隐身衣可以了啊。这些宝你看到现在也没什么太大用处。然后你现在你看，你告诉我要分有啥用？要元军令可能也是占个宝格，也没啥太大用处啊。这样的话就是招降了2个曹啊，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这个传说中的魏啊，不是魏延，是传说这个曹彰啊。哎呦我去！好了，直接就是反击，再鱼鳞1，打血太多了啊！1 2 3 4，最后挑起来。总共用时1个多小时啊，用时1个多小时，但是呢，并没有通关，大家伙了解的啊。这款游戏还有最终的 BOSS 啊，最终的 BOSS 其实这还是曹操啊，就是只是名字变了啊，只是你能晓得的啊，名字变了。这哥们儿4管血武神，好了，这回用了曹操必杀。曾经我们认为这个必杀是一下能打我们1管血啊，这里面咱们可以看一下，确实打咱们1管血是轻飘的，确实是能打到1管血。这个曹操令太厉害了啊！爆气，然后就可以练这个必杀。好了，这个大脸一召唤出来就非常牛逼，直接火龙往上窜，没有了。小箭筒，这个武神呢是有的时候会强制反击啊，你在连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一点，它会强反。起手的时候啊，就是很郁闷。好了，哪吒滚轮，哎，又被扎到一下，所幸费血不多。那个大脸是非常害怕的啊，大脸如果是火的话呢，就是四周有火，地下窜那个火龙；如果要是冰的话，就是有点像那个太清丹经，不是太清丹经是吧？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张角金，火的话，这就是地底窜龙，一定要躲这个龙啊。这个呢还是可以躲的，但是如果是刚才那个，如果是张角金的话啊，那就嘚儿了啊。或者说是像他练超必杀，他后就非常恶心。毒镖，1 2 3 4大鹏展翅，好的，直接打死了啊。这样的话是一命通关，尽管最后呢是很悬，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啊，最后这个曹操令咱们是用上了啊。如果用不上的话，那就太丢人了。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其实这个视频吧，我觉得前期确实有够无聊啊，后面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伙一定要往后看啊。就是当然说到这儿，能听到这段对话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支持小狼了啊。在这里呢，小狼也是祝你能够这个睡眠快乐啊，睡眠快乐。今天小狼就是有点嘴皮子有点瓢，反正是嗓子特别难受啊，说话呢有的时候不经过大脑，大家伙能理解就好了啊。在这里呢，也是片尾再次感谢这个安然佳梦打的这个视频，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来订阅小狼的视频解说。那么今天的视频咱们到这里就暂时结束，希望大家伙继续支持，咱们下期再见。